第一眼就让你喜欢的人，绝非偶然，也不是缘分那么简单。上辈子你们一定是这4种关系。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感觉？第一次见到某个人，明明素昧平生，却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熟悉。明明从未交谈过，却觉得对方的某个表情、某个动作，甚至某句无心说出的话，像是在你心里某个很深的地方轻轻敲了一下，突然生出一种奇异的东西，一种你几乎要脱口而出“我好像认识你”的冲动。很多人觉得这可能只是错觉，或者就是单纯的眼缘好，审美对上了。但其实，在佛教最古老的智慧里，这种一见如故的感受有一个比科学解释要深邃得多的真相。那不是你的大脑在思考，而是你累世的神识。通俗一点说，是你的灵魂认出了前世的故人。你可能觉得这听起来太玄了，但当你真正深入到佛教的轮回观，当你去理解那个被称为阿赖耶识的东西，你会发现这世间真的没有什么相遇是随随便便发生的，这背后隐藏的因果比你想象的更加惊人。华严经里有一句话，我每次读到都会沉默很久：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相遇都不是偶然，而是心识的显现，是你与某个灵魂在时间深处留下的印记，以肉身的形式再一次走入你的视野。佛教认为，人的意识有8个层次，最深的那一层叫做阿赖耶识，也被称为藏识。它是一个无始以来就存在的意识仓库，储存着你每一世的所有经历、情感、业力与纪元。你以为你忘了，其实你一个字都没有忘，只是记忆沉到了意识的最底层，沉默地等待着被某一道光唤醒。而那道光往往就是一张脸，一个声音，一个转身的背影。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第一眼就像认识了很久。那不是你的大脑在想象，而是你的阿赖耶识在震动。它认出了这个灵魂的频率，认出了这段在前世深刻交织过的缘。今天我想带你走进4段故事，4种不同的人，4种被灵魂认出的前世身份。这些人可能现在就在你的身边，只是你还没看透他们出现的真正意义。但在我告诉你这4种身份之前，我想先说，并非所有第一眼喜欢的缘分都代表着美好。有一种关系，甚至代表着你这辈子最沉重也最必须去完成的一门功课。在听接下来的内容之前，我想请你在留言区写下8个字：一切随缘，随缘自在。这不只是跟我互动，这更像是一个小小的仪式，提醒我们要用一种全然开放且不执着的心，去迎接那些被命运重新送回你身边的灵魂。我们先从一个故事开始。他是一个不相信缘分的人，32岁，在城市里工作多年，见过太多所谓的天作之合，最后以眼泪收场，见过太多人把缘分挂在嘴边，却在感情里一塌糊涂。他对那些浪漫化的说法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就像一个在风雨里站久了的人对晴天也会下意识地撑起伞。那是一个普通的下午，他在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出差，走进一家他随机选择的咖啡馆，随意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他打开电脑准备处理工作，这时候门开了，他没有刻意抬头，是那种不自觉的，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拉了一下视线，然后他就看见了那个男人。普通的身高，普通的穿着，脸也谈不上多出众，但那一秒钟，他的整个身体像是被什么按了暂停键，不是心跳加速，不是脸红，而是一种更奇异的感觉，一种我在哪里见过你的强烈错觉。
还有某种难以言喻的，像是终于等到了什么的松动。他以为是幻觉，他低下头，继续看自己的电脑。但那个男人绕过了好几张空桌，坐到了他旁边的座位。他们没有说话，但在那沉默的2个小时里，他感觉到一种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东西，一种不需要任何解释的安定，就好像坐在这个陌生人旁边，比坐在他认识多年的任何人身旁都更像回家。临走之前，那个男人转头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他到现在还无法忘记的话：我也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们认识很久了。那之后，他开始做一个反复出现的梦。梦里，他站在一条很长的河边，河对岸有一个背影，每次他快要走近的时候就会醒来。他不知道那个背影是谁，但每次醒来，他都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不是因为梦境本身，而是因为他确信那个背影不是一个陌生人。在佛教里，这种感受有一个非常精准的名字，叫做爱别离苦的余震。爱别离苦是佛教所说的8苦之一。人世间的所有苦里，最难熬的不是生离死别发生的那一刻，而是在离别之后，灵魂里那道永远没有完全愈合的痕迹。2个灵魂在某一世以深刻的爱相遇，却因为业力的缘故，在那一世没有走到终点，这道痕迹就沉入了阿赖耶识，随着灵魂进入下一轮回。而当这2个灵魂再次相遇，即便肉身已经全然陌生，阿赖耶识深处的那道痕迹会在第一眼的瞬间悄悄地无声地颤动起来。那不是爱情的开始，那是一段爱情的续集。佛教对爱缘有一种深刻的理解，前世的爱人今生相遇，不一定是为了再续情缘，也可能是为了了结一段未完成的学习。也许你们在前世没能好好道别，这一世缘分让你们再遇，是为了让你们学会真正的放手。也许你们在前世彼此伤害，这一世的相遇是为了给彼此一次用爱代替怨恨的机会。有人会问，那我要怎么知道这次相遇是续缘还是了缘？这个问题的答案藏在后面。但现在我只想你记住一件事儿，当一段原以第一眼就熟悉的方式出现，它值得你以清醒而非冲动的心去对待，因为那种熟悉是真实的。但那种熟悉并不代表这次相遇一定会走向你期待的结局。第2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更平凡的地方。有一个男人在43岁那年把自己的事业做失败了，不是一夕之间的崩塌，而是那种慢慢漏气的过程。合伙人出走，资金链断裂，团队解散，最后他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城市灯火，突然感觉自己像是一颗被人遗忘在路边的石头。他不是一个容易低头的人，但那段时间他学会了一件事儿，有些重量是你一个人扛不住的。就在他几乎快要决定放弃的时候，他在一家小餐馆里遇见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20出头，刚好坐在他旁边，他们因为一件小事搭上了话。说着说着，那个年轻人突然认真地看着他，问：你看起来很久没有好好睡觉了，怎么了吗？就是这一句话，没有特别华丽，没有特别深刻，但那个男人的眼眶在这个问题下突然就红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素不相识，这个年轻人没有任何理由关心他，但那一刻他感到的不是陌生人的好奇，而是某种深深的温柔，一种他很久很久以前曾经感受过的被某个人真正看见的温柔。那种感觉太具体太真实，他几乎可以断定那不是第一次发生在他身上。那个年轻人陪他说了整整2个小时的话，没有给他什么具体的建议，
没有帮他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但那2个小时结束之后，他感觉自己身体里某个快要熄灭的东西重新亮了起来。他们后来交换了联络方式，但奇怪的是，那个年轻人之后再也没有主动联系他。他发过几次消息，都只得到简短的回应，然后对方就像消失了一样，从他的生命里悄悄退出。他后来常常想起这件事，想不明白。直到有一天，他读到了一段佛教的教义，他才隐约感到，也许那个年轻人的出现本来就只是为了这2个小时。佛教有一个概念，叫做因果回向。你在前世种下的每一粒善因不会消失，只会在某一个你不知道的时刻，以某一种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到你身边。也许你在前世曾经在那个灵魂最艰难的时候给过他一碗饭，一句真心话，一个不让他感到孤独的陪伴。那个善沉入了对方的阿赖耶识，在这一世，他换了一张脸，换了一个身份，却以同样的温度把当年你给过他的东西归还给了你。这不是浪漫的故事，这是宇宙最真实的账本。佛教从不认为善是单向流动的，每一个善举都是在这个世界上投入的一颗种子，它会生根，会发芽，会在某一个你完全不预期的季节结出果实，落在你的掌心。那个帮助你的陌生人，也许正是多少年前你曾经善待过的灵魂，以一副新的面孔回来，做一个迟来的归还。这种恩缘有时候短暂，短到只有1个下午，甚至只有1个眼神，但它的重量足以支撑一个人走过最黑暗的一段路。而那种第一眼就觉得亲切的感受，不是爱意，而是某种没有来由的温暖，往往就是这种恩缘在你意识里留下的回响。你的阿赖耶识认出了那份曾经被善待的记忆，于是在重逢的瞬间，给了你一种叫做感激的古老震动。只是你不知道那叫什么，只是说这个人很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他很好。那是你自己当年种下的善，在时光里绕了一圈回来找你了。第3个故事是所有故事里最让人动容的一个。他在生下孩子的那一刻没有第一时间哭，不是因为不感动，而是因为当护士把那个皱巴巴的哭得通红的小婴儿放在他胸口的时候，他感受到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我有孩子了，而是你来了。就好像他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而是某个等待了很久的团圆，终于在这一刻发生了。那种感觉让他有些慌张，因为他没有办法向任何人解释。他试着跟先生描述，先生笑着说大概是产后情绪。他试着跟朋友说，朋友以为他在讲情话，但他知道那不是情话，那是他内心深处某种非常真实的辨认。孩子长到3岁的时候，他更确定了这种感觉。女儿有时候会说一些3岁孩子不该说出来的话，不是什么特别惊人的话，但有一次他们正在一起看窗外的夕阳，女儿突然转过头，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对她说，妈妈，你以前很孤独，对不对？她愣在原地，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那是真的。在遇见先生之前，她有很长一段时间过着一种很孤独的生活。这件事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当然也不可能跟3岁的女儿提起。但那个孩子那双眼睛，在那个夕阳里看他的眼神，像是一个认识他很久的人。在佛教的亲缘业力概念里，至亲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偶然。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缘是轮回众多缘分里业力最深、牵引力最强的一种。有些孩子来到你的生命里，是因为前世他亏欠了你，这一世他来做你的孩子，以血肉之情归还曾经的债。有些孩子来是因为你在前世亏欠了他，这一世他来做你的孩子，
让你有机会用慈爱和付出偿清那段未尽的情谊。还有一些孩子是因为在前世你们彼此给过对方深重的爱与陪伴，这一世以亲情的形式继续那段相依为命的旅程。地藏经里有一段话让无数人读了之后沉默许久。经文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缘皆因业感而聚，或以恩爱，或以仇怨，或以报答，或以讨债而来。没有哪一段亲缘是凭空飘来的，每一段都有它深埋在轮回里的来龙去脉。这不是一个让人绝望的概念，而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真相。当你第一眼看见自己的孩子，感受到那种无法言说的认出；当你看见某个手足或者父母，感到某种比血液流动更古老的连结，那不是错觉，那是阿赖耶识在提醒你，这个灵魂不是第一次来到你身边，你们之间有一段需要在这一世好好完成的功课。至于那个功课是什么，每一段亲缘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有一件事是相同的，带着这份认知去爱，会让你的爱比那些不知道来处的爱更深，也更自由。第四个故事是最复杂的一个，也是最多人都经历过，但从来没有人好好说清楚的一种缘分。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女子来参加朋友的聚会，她没有特别打扮，甚至完全没有期待会遇见任何人，但就是在那个普通的夜晚，在那个嘈杂的餐桌上，她抬头对上了他的眼神。那种感觉不是诗歌里写的那种心跳加速，而更像是某种古老的无法抗拒的重力，一种不是我想靠近你，而是我好像已经跟你纠缠过很久了的沉重感。他后来跟我形容说，那个感觉就像是有一根线从他的胸口延伸出去，绑住了那个男人。不是他选择绑的，那根线早就在那里了。他第一眼看见他，只是第一次感受到他的拉力，他以为那是爱，他也确实爱上了他。但是那段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对劲，不是没有美好的时刻，而是那些美好总是伴随着说不清楚的消耗。他对他并不坏，但跟他在一起，他会莫名地感到疲惫，就好像每次相聚都有一部分的自己被无形地取走了什么。他明明感觉不对，却无法离开。他明明已经伤了很多次，却每次还是回头。他问过自己无数次，为什么佛教里有一种缘叫做冤亲债主？他的名字听起来很严肃，但他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方式往往就是这样，不是恶人，不是敌人，而是一个让你第一眼就动心，但始终走不顺的人。他的出现不是为了给你幸福，而是为了帮你还清一笔前世的债。佛教认为，当两个灵魂在前世之间产生了未了的业力，可能是一方伤害了另一方，可能是一方对另一方有所亏欠，可能是彼此之间的情感纠缠一直没有真正圆满的结束。这段未了的业会像一根绳子，把两个灵魂的阿赖耶识绑在一起，带入下一轮回，继续在今生寻找了结的机会。所以当这两个灵魂今生相遇，阿赖耶识立刻就认出了那根还没有解开的绳子，于是释放出那种强烈的熟悉感与被吸引感。但那种吸引不是爱的邀请，而是业力的召唤，它的本质是一个未了的课题，在要求被完成。最可怕的是这种吸引太真实，真实到你会把它误认为爱情，然后你投入进去，消耗进去，伤痕累累，却还是舍不得走，因为那根绳子还没有解开，业力还没有了结。在它了结之前，你的阿赖耶识会一直告诉你还没结束，还没结束，还没结束。这不是诅咒，这是一个等待你去完成的功课。而那个功课的答案，不是继续消耗自己，也不是愤恨的离开，而是一种更艰难、更深刻的事情：宽恕
和放下。现在，我想带你走入一个更深的问题。当你知道了这4种人的存在，你要怎么辨认今天生命里那些让你第一眼就心动的人究竟属于哪一种？这是一个很多人迫切想要知道答案的问题，但佛教给的回答并不是一套简单的检测公式，因为真正的辨认不发生在头脑里，而发生在你对这段关系的完整感受里。那种感受需要时间，需要觉察，需要你放下我希望这是什么的执念，才能真正看清楚这是什么。但有一些维度可以帮助你开始观察。爱缘往往伴随着一种超越理性的熟悉感和一种深刻的安定，而不只是激烈的激动。那种感觉更像是回家，而不是探险。爱缘的相遇通常是柔软的，即便有张力，那张力的底色是温暖的。恩缘往往以不期而遇的照顾的形式出现，不是那种势均力敌的相互关怀，而是一种来得意外却恰到好处的温柔。恩缘的人通常不会在你的生命里停留太久，因为他的使命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做那一件对的事，然后悄悄退场。你记得他，但你找不到他了。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亲缘，你感受到的是某种比依赖更古老的连结，不是我需要你，而是我认识你。亲缘的灵魂会让你感到某种责任感与使命感，就好像你们之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需要在这一世一起完成。债缘则是那种让你明知不对却无法自拔的吸引。如果一段关系始终伴随着消耗、迷失、无法解释的痛苦，但你就是走不开，请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你现在感受到的究竟是爱，还是业力的牵引？楞严经里有一段极为深刻的经文，大意是说，众生相遇无一不是业力所感，有以爱聚，有以苦遇，有以恩来，有以怨至。智者观之，了知其性，不取不舍，随缘而化。随缘而化这4个字不是消极的随便，而是一种极高的觉知。你明白这段缘从哪里来，你知道它要去哪里，然后你以一颗清明而慈悲的心陪他走完他该走的路，既不执着留住，也不恐惧放手。但很多人卡住的地方不在于了解，而在于辨认之后我要怎么做。知道了债缘，你是否还有勇气不用愤恨来回应，而以宽恕来了结？知道了恩缘，你是否愿意让对方离开，而不是强行抓住？知道了爱缘是续缘，你是否能放下上辈子的执念，真正活在这一世的关系里，而不是用过去的惯性来伤害今生真实的彼此？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一个问题都是一扇门，通往一个更深更清明的自己。还有一件事儿很重要，佛教并没有要我们去神化那种第一眼的感受，把它当作一个无法违背的天命。第一眼的熟悉是真实的，但那份真实不代表这段关系的走向已经被命运写死了。业力是可以转化的，缘是可以在今生以新的方式展开的。这正是佛教轮回观最被误解也最珍贵的一个核心。它不是宿命论，而是一套了解来处、主动创造走向的智慧。你知道了这段缘从哪里来，你就有机会以更高的意识决定这段缘要往哪里去。当你真正开始以这个角度看待生命里每一段第一眼就动心的相遇，你会发现你与这些人的关系开始产生一种微妙的变化，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而是因为你看待他们的方式不一样了。面对爱缘，最重要的发心是珍惜，而非执着。前世的爱人今生再遇是极为珍贵的礼物，
但这份礼物需要你以今生的清醒去承接，而不是用前世的执念去消费。很多人遇见前世的爱人，会陷入一种奇特的急迫感，好像需要把前世没走完的路，在今生快速补完。那种急迫往往会扭曲了今生这段关系本来可以生长的样子。真正懂得珍惜爱缘的心态，是一种缓慢而真实的相互靠近，是尊重这一世彼此都是全新的人，带着前世的温度，却以今生的方式重新认识对方。续缘不是重复前世的剧本，而是在今生以更成熟的爱写一个不一样的结局。面对恩缘，最重要的发心是感恩，而且传递。有些人总是想着，如果我能把那个帮助过我的恩人找回来，好好报答他，这个心情是美好的。但佛教给我们一个更宏观的理解，恩缘的意义不只在于个人之间的怀抱，而在于把那份善继续传递下去。当你被一个恩缘之人温暖过，你最真实的回报方式不是找到那个人，而是在你的生命里成为别人的恩缘之人，用他曾经对你的方式去善待另一个正在某个低谷里需要被看见的灵魂。这是善的循环，是佛教最美的运作逻辑之一。面对亲缘，最重要的发心是慈悲，而非束缚。最深的误区就是把亲缘业力深解读成所以我们可以互相控制。很多人因为觉得这是前世带来的孩子，这是前世注定的父母，就认为自己对对方拥有某种超出正常范围的权利，这是对亲缘概念最深的误用。亲缘业力越深，代表你们彼此在这一世需要学的功课越重，而那个功课往往正是学会以慈悲爱而不以执念绑。真正的亲缘是两个灵魂，在这一世给彼此最多自由、最多理解、最多温柔的相伴，而不是用我们是命中注定的至亲这件事来合理化自己对对方的消耗或控制。面对债缘，最重要的发心是宽恕，而非了断。这是4种缘里最难的一种，因为债缘的人通常带给你的不只是痛苦，而是那种你明明受伤了，却还是爱他或者恨他的双重折磨。很多人面对债缘会选择2种极端，一种是深陷其中，用不断的受苦来还债，以为这样就能了结；另一种是带着愤恨离开，以为切断了联系，业就消了。但佛教给我们的答案，这2种都不是愤恨，只会加重业力而不会消解。不断受苦也不是还债的方式，那只是让那根绑住彼此的绳子越拉越紧。真正能了结债缘的是宽恕，不是那种算了我原谅你了的表面宽恕，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正放下了的，不再需要对方还你任何东西的清明。当你真正宽恕了，那根绳子会松开，不是因为对方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的内心不再有东西需要被那段关系来填满。这是债缘了结最核心的秘密，不是他变了，而是你真的放下了。有一个实践的方式，可以帮助你在日常生活里慢慢培养这种清明。每天在安静的时候，坐下来感受一下你此刻的心，想一想那个让你第一眼就心动的人，让自己诚实地问，我现在对这段关系的感受是轻盈的还是沉重的，是滋养的还是消耗的？我在这段关系里是越来越接近自己，还是越来越失去自己？这不是评判那段关系好不好，而是帮你持续觉察你与那段缘之间此刻的位置在哪里。然后无论答案是什么，都可以做一件很简单的事，回向为那个人的灵魂默默地回向一句，愿你离苦得乐，愿我们之间所有的业都能在这一世以最圆满的方式善终。这不是在假装原谅，
也不是在强迫自己喜欢一个让你痛苦的人，这是在用意识的力量主动温柔地对待那段缘的走向，让它有机会朝着了结而不是加深的方向移动。所有的相遇都是灵魂的语言，只是我们大多数时候忘了要怎么翻译。我们用爱来翻译那种第一眼的熟悉，用缘分来翻译那种莫名的亲切，用命运来翻译那种走不开的纠缠。这些翻译都没有错，但它们都太浅，浅到遮住了那份感受更古老、更深重的来处。佛教不是一套让你对缘分充满恐惧的系统，也不是一套让你把所有关系都算计清楚的工具，它是一把钥匙，帮你打开自己意识的更深一层，让你在每一段相遇里不只是凭着本能行动，而是带着觉知，带着慈悲，带着真正的自由。你遇见的那些人，前世是爱人的，今生可以是相知，前世是恩人的，今生可以是传递善意的起点，前世是至亲的，今生可以是彼此最温柔的陪伴，前世是债主的，今生可以是让你学会放下，学会宽恕最深刻的老师。没有一种缘是只有诅咒没有祝福的，没有一段相遇是纯然没有意义的。而佛教教我们的最终不过是一件事，活在每一段缘里，清醒的、慈悲的，无论来处，善待当下。此刻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不需要你回答我，只需要你安静地在心里想一想，你现在脑海里浮现的那张脸，那个让你第一眼就觉得莫名熟悉的人，你觉得他是那4种里的哪一种？也许你已经有了答案，也许你还不确定，但不管答案是什么，我希望你带着今天这些思考，回到那段关系里，用一颗稍微不一样的心去感受它，去对待它，去善终它。如果今天的内容有哪个部分让你心里有什么触动，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你不需要说很多，哪怕只是1个字，懂了也是一种连结。如果你觉得这支视频值得被更多人看见，请点赞、热推，并把我们今天的影片分享出去。因为也许你分享出去的那一刻，正好触达了某一个此刻正对某段缘困惑的灵魂。我们下一支视频见。